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相信各位前段直播应该看了吧？4.2版本上半即将迎来各位心心念念的弗琳娜，白族也会在上半复刻4星角色下落地。没想到老米这次居然不把4星放下半了，不愧是自由的米哈游啊！下半是高端局的赛诺灵人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说说弗琳娜前瞻解析以及老角色复刻抽取建议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UP 主。至于一个硬币是10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先从老角色说起吧。上半白族作为一个登场有点节奏的男人，随着枫丹版本到来，有本来逆战犯队伍可挂草、可治疗、可增伤的辅助角色，一口战绩哪个7、8千，甚至拉得好可有上万。大刀则是有少量的护盾以及破碎挂草，以及能够给场上角色治疗的一个5星奶爸。自身也有增伤能力嘛，能够再搭配逆战犯进行代替星海或者一起上。打成一个潮水反应战犯组合，草型9白族也是可以组合一起的。虽然草型9最佳第4人还是海哥，但是白族这个角色从来不是提升你的队伍强度，而是作为一个治疗角色来挂草带来的舒适感，这一点和星海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。随着纳维莱特的到来，这个让你打反应但又没完全让你打反应的角色它来了。白族挂草强不强对于纳维来说不重要，相信各位前段时间应该也刷到过不少纳维单通视频了吧，0+0、1+1等等都有。也就是说，纳维即使没有队伍，那么伤害也不会比带队伍少太多。如果你纳维是1命了，到了4.2版本，水神登场可以组一个100万福特的组合啊。虽然钟离依旧可以上，但考虑到长水结晶嘛，有时候挺麻烦的。加上1命纳维就不是很刚需钟离了，可以把钟离让给另外一队。当然，你的纳维要是没有1命，那还是得用钟离，或者用其他护盾保护啊。说了这么多，就说白族抽取必要性还是不高。抽取方面就是玩逆战犯里面缺个挂草治疗的啊，可以抽，或者说有纳维1命的玩家去考虑抽取这2个方面。其他的话基本上也是用的很少了吧。而下半角色赛诺相比白族节奏稍微大一点点，被很多人诟病的长轴输入角色开大18秒，它的数值倍率其实不低，差的是机制啊。在这个短轴中轴的时代，赛诺超长轴就显得格外特殊啊。从赛诺一开始测评的时候，很多玩家测着就变成草型9赛诺这个配对了，而不巧的是，恰恰赛诺就是被优化出去的那一个。这时候很多玩家就会觉得赛诺缺一个长轴挂草转火的草系角色，然后就盼着白族到来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实际体验下来，你会发现漏洞百出，挂草一般般，持续时间一般，但伤害没了。兜兜转转还是想到了草神这个负 C 能力的辅助角色啊，但是搭配草神就有点奇妙了。队伍怎么选呢？最佳海草型9就会非常奇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给赛诺一个评价，就是可观的倍率伤害，比较未来可期的长轴雷系角色。不过随着弗琳娜的登场，夫妇的大招增伤对赛诺来说肯定是有不小提升的，对比较喜欢赛诺玩家算是喝到汤了。不过作为一个老角色，机制方面又比较特殊的长轴主 C 确实很难和现在的主 C 相比了。总体下来，这角色比较适合 XP 档玩家去抽取为主的。而下半第2位神里灵人，相比赛诺大舅哥就很短了，6秒的战绩启动时间。不管是大世界、深渊活动，战绩启动输出平滑，体验下来确实挺不错的。这角色它的输出嘛，和机制总体来说算 T1， 也是被很多玩家称为5星质检员、守门员。灵人属于那种很多队伍都能搭配，比如万灵国际、草型9、逆战犯啊、直伤、纯水，但又不会太出众的输出角色了。随着版本的更新啊，4.2版本那个男人他来了，作为水系输角色，难免会进行对比嘛。本来灵人战绩可以长按释放挺舒服的，是吧？但是那个男人他长按都不需要了，而且不管是范围还是伤害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换句话说，纳维就是各方面加强版的灵人了。当然我也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，这2个角色我都很喜欢。说白了，神里灵人这角色在目前版本就是一个属于 XP 档玩家去抽取的角色了，看个人的想法吧。接下来聊聊弗琳娜这个角色的技能解析啊，她的普通模式呢，收尾动作很优雅欢乐，但是有点泄泄的啊，非常奇妙。元素战技是弗琳娜的输入来源，荒形态生成3个纯水动物进行协战，会优先攻击你角色攻击的目标，每次攻击会扣队伍的生命值上限，扣到半血就不扣了。但是前章也说了，队伍生命值越多，3只动物伤害就越高了。这得说到另外一个功能了，可以通过重击切换形态，盲形态。属于盲形态可以给当前场上角色提供治疗手段、扣血以及回血机制，可以让队伍轻松触发猎人套的效果。元素战技呢，也是弗琳娜的伤害来源了，
大招是根据我方角色生命值变动来提升队伍的伤害的，就是说血条要蹦迪才能轻松吃满这真伤了，也就是说又要扣血又要回血嘛，那只靠弗琳娜自己两个功能又很难做到两个同时兼顾，所以在队伍选择上大概率还是搭配一个奶妈会比较好，以之纳维搭配水神组合会很强，但是队伍需要一个高治疗挂元素的角色，没错，就是白族了。对于已经抽到1命纳维莱特来说，白族的这个队伍提升很大呀。直接上祭礼残障，让白族打出2次战绩治疗，大招都不用开了，都可以让纳维莱特更多的输入时间了。不过开大也是可以的啊，保存全队的一个治疗量。看到现在，我终于了解1命纳维提升到底有多大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对于不追求极致输出来说，纳维莱特已经是非常非常强的存在了，没有1命纳维也不用担心的。对于极致的强度玩家，1命纳维确实是赢麻了。对于老角色来说，喝汤肯定是有，但提升也没有特别大吧。对于一些队伍本身就不需要治疗，但是水神又需要带一个治疗角色才能轻松的吃满真伤这条件。毕竟作为枫丹的服务对象，老角色提升小也很正常。不过各位也大可不用担心，就算真伤不能吃满，水神也可以作为后台脱手副 C 兼顾治疗的角色了。只要队伍中可以用到水神其中1、2种功能，就能让这个队伍基本成型了。进入这个配对里面，老角色我能想到比较期待测试就是比如胡桃、女仆、海哥等等这种角色，到时候也会在第一时间上线测评的啊，可以把你们比较期待搭配的角色打在弹幕上让我看看啊。水神在大世界探索上，水下动物技能冷却缩短，这个倒是无所谓呀，主要释放战阶动物可以让水神长时间在水面行走。好家伙，这个相比某个角色可是非常持久了，不愧是水神啊，连铺兵都不需要了，直接渡海。就算没有抽新角色，老角色提升不大，也能让你的游戏体验得到一定的提升呢。总体下来，我也相信各位4.2版本，就算我不说，应该会毫不犹豫拿下水神这名角色了。再有多余的原石，其次只根据情况来考虑抽取白族。而水神的专武，官方也发出来了，非常好看的一把权杖，纯洁优雅，非常有美感的一把单手剑。88爆伤和海哥专武同一档，特效叠码是增加24%真伤战绩的，以及28生命值上限吧。非常气啊水神，考虑到卡池另外一把绿华，各位还要谨慎考虑啊。各位如果想要抽，我只能说祝你好运不歪了。本期视频主要是偏早上向的，各位看看就好了。具体如何还得等正式服上线再测试吧。那么以上对本期4.2版本的一个前瞻分析了，以及抽取建议。那么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